现在情况还稳定吗？还行，我刚给他做完理疗，虽然医生说希望渺茫，但是复健治疗一定得坚持。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唉，应该的。哎，梅兰你没来啊？我们分手了。你知道他爸爸欠咱们家1000万吗？天乐，你是不是现在挺疑惑的？疑惑在梅兰妮是为了爱你，还是为了还债？哎，你知道年轻人和老年的差别在哪儿吗？年轻人吧，什么事情都愿意问为什么。什么事情都要归根到根源去，而老年人的心里却是，什么事情动机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结果。什么意思啊？当年吧，我在百货公司工作，然后每天都要穿着12厘米高的高跟鞋，一站就要站8个小时，站得我满脚血泡的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找一个男人，然后可以每天不用站柜台，不用满脚血泡的。后来呢，我就认识你爸爸了，然后他给我一个稳定的家，我们就这样10多年就过去了。当时呢，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，我并不爱他，但是到现在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爱他。哎，那你为何纠结于说梅兰妮想着先还债还是先爱你？最重要的是，他最后爱上你了，那不就可以了吗？大宝，哎，进来。你干嘛呢？进来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宝儿，我跟晶晶决定在一起了。大宝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跟晶晶之前其实是一场误会。晶晶她爸爸生病住院，着急用钱，所以才跟你们家要那10万块钱彩礼钱。这事儿你不能全怪晶晶。宝儿，你得相信我。你说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更得相信晶晶，她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你真的误会她了。宝儿，你看，你跟夏丹也甜蜜了，也幸福了。我希望你也能祝我跟晶晶幸福。
说我怎么就派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卧底？宝儿，那10万块钱我俩商量好了，我俩会尽快攒，攒齐了呢就还给你。李爱宝，你当时派磊磊来报复我，我都不跟你计较了。现在咱俩也算是扯平了，谁也不欠谁的。行，这场反间战最终以我方卧底投降、失败惨重而结束。丁丁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从今开始，替我好好照顾好我兄弟。放心吧，我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李天乐，这个你收下吧。这个钱呢，我不能收，这是我跟梅兰妮之间的事儿，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妮妮现在是我女朋友，是不是就关我的事儿了？我今天来找你呢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妮妮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。我们家跟她的关系，我想你大概也知道。其实梅叔叔呢，一直都希望妮妮嫁给我，可惜那个时候你们在一起。不过还好，你们现在分开了。我父亲已经答应梅家帮他们还所有的债务。李先生，其实不瞒你说，这些年来我为妮妮付出了很多。我想我最终打动了她，她选择接受了我。她现在是你女朋友？没错，我有足够的信心给她幸福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跟妮妮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我比你更了解她。妮妮啊，她就算是眨一下眼睛，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其实没有你的出现，我跟妮妮早就在一起了。至于她这次重新接受我，我猜是为了彻底忘记你吧。我跟梅兰妮说了，这钱我不会要的。李先生，我现在是妮妮的男朋友，我就有义务去保护她。我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劝告你，不要再拿债务的事去纠缠她了。啊，妮妮告诉我，只有你跟她之间没有债务问题，她才觉得不欠你什么。话说回来，你我都是男人，大家应该明白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在爱自己的同时，还要去顾及另外一个男人。李先生，正是这个现实吧。收下这笔钱。妮妮让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她再也不想见到你。这是她的意思？没错。妮妮的话我已经带到了，再见。
看见了吗？啊？这么多钱，咱先不说这钱哪儿来的，我先给你讲讲给钱这人，看这章了吗？莫哲，你知道莫哲是谁吗？莫哲是梅兰妮的一个发小，俩人关系很好，属于青梅竹马那个类型的。这钱就是他给的。这莫哲呢，一直很喜欢梅兰妮，虽然梅兰妮没跟我承认啊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了解。没准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，万一是梅兰妮跟他借的呢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他为什么要借给他这么多钱？梅兰妮拿什么还？这个问题解释不了吧？啊？依然，梅兰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乖，去看动画片吧。少宇帅哥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依莲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做一个游戏好吗？是不是要玩以后再也不能提少宇帅哥和梅兰妮姐姐的游戏啊？不对，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都开心的游戏，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你做的事情都要让这个家充满快乐，好吗？好，我会听话的。我想让你快乐，也想让天乐快乐。依莲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在看星空。哦，看星空啊？那你看的星空肯定比我看的星空大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长得比我高啊，离星空近啊。天乐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好啊。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根火柴呢，它走在路上，突然呢，它的头啊就好痒好痒好痒，就挠啊挠啊挠，挠啊挠啊挠，突然，砰，着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啊，就来了一辆救护车，牙医的把火柴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啊，他就包啊缠呐，包啊绕啊，被包成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吧？被包成了一个棉签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过了几天呢，他的伤就好了。他来到镜子前一照，你猜他又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根啊牙签。
笑。来，坐下。陪我看会儿星空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地方叫特卡波，在地球的另外一边。那个地方叫新西兰，星空特别的美。等你长大了，有机会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。一会儿吧，那去吧。玩一会儿就上来啊。行。注意安全。小心小心！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？来，姐姐帮你们玩。坐上去，来坐上去。好玩吧？来啊！少宇帅哥，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厉害吧？是，依恋最厉害了，每次我都赢不了你。少宇帅哥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都快想死你了。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对不起啊。我也好想你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。我们去找他们吧。来，走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，有事情要办，来不及见他们的。是吗？少宇帅哥骗人。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。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，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玩的，住的也特别舒服。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不许骗人。不骗人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，持皮就是小狗。盖章。盖章不做小狗啊！我不在的日子啊，你要乖乖听话啊。我会听话的。还有，我今天来看你，不许告诉你。为什么不能跟他说？我想给他们个惊喜。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你们3个，天乐、依然、你，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。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，不就没惊喜了吗？那好吧。你放心，我不告诉他们。真好。那少宇帅哥，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我想你了怎么办啊？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记住啊？记住了。就你聪明，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。告诉别人的话，我不再回来喽。那我不告诉别人。好了，快回去吧。
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。那少羽帅哥，你到了小猴子的星球，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。那你要记得想我，要给我通电话。好，想你，给你通电话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少羽帅哥再见。再见。依恋，让我抱抱你，来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妈咪，乖乖的。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。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操心，就忙你的工作。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怕我忙，想不起来。你要喝汤吗？给你盛。我给你们跳支舞吧。老师刚教我的。叔叔，我已经帮你把1000万还给林天乐了。真的？他已经收下支票，是我亲手给他的。哎呀，这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莫哲。你说这让叔叔怎么感谢你才好啊？叔叔，我跟妮妮是一起长大的，帮这些忙应该的。哎呀，不，叔叔啊，还是要好好的谢谢你才行啊！你放心，你们家的债，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还上。哎呀，莫哲，你是帮了叔叔一个大忙啊！莫哲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求叔叔，尽管开口，别客气啊。叔叔，我还真有件事儿需要您帮我。哎，说。我想娶来你。我其实喜欢妮妮已经很久了，我觉得我跟她挺合适的，而且我也能好好照顾她。
那你把这个事儿跟兰妮说了吗？说了。她怎么说啊？啊？他好像还没有忘了林天乐，他没答应我，所以我才找您，希望您帮帮我，帮我说服妮妮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她能嫁给我。莫哲啊，可这结婚的事情，恐怕叔叔做不了主啊。这事儿啊，不是叔叔帮不了你，这事儿我的确是为难呐。你看好，这妮妮和天乐刚刚分手，而且还是因为我的原因。叔叔，那个林天乐那样误会妮妮，让妮妮那么伤心，跟他分手是应该的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儿啊，不能怪林天乐。他是什么人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他对妮妮也是一片真心的。这场误会要怪就那个林天乐根本就配不上妮妮，只有我才能让妮妮幸福。我真的不明白，那个林天乐到底哪儿好，你要这样维护他？孩子，你们年轻人应该比我更明白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啊。我问你，你和妮妮之间有爱吗？当然有了，叔叔，这么多年了，妮妮只要有困难，我第一个站出来帮她。她这次需要1000万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给她，这不叫爱情吗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就是希望妮妮跟我在一起吗？叔叔，我喜欢妮妮，我爱她。只要妮妮愿意嫁给我，你们的债我来还。孩子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怎么跟你说呢？哎呀，如果您不答应的话，那你就立即把1000万还给我。莫哲，你看，叔叔我现在的确是没钱。这样吧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尽快的把钱还给你，好吗？叔叔，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是不答应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让妮妮嫁给我。如果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你别怪我。兰妮，莫哲昨天找我了。你们俩聊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他想娶你，让我帮他劝劝你。爸，我跟他只是好朋友，我们两个不可能有别的发展啊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说你的婚事，我不可能做主，得你自己做决定。哎呀，可他说，他为了你，
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，而且还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就让我把这1000万马上还给他。 1000万，1000万我早就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跟他说了，这钱我会自己还给林天乐。可是莫哲跟我说，是他亲手把支票给林天乐的。他瞒着我，又去把钱还给林天乐了。应该是这样。他凭什么这么做呀？我完全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孩子，你先别急。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呢，不是想劝你嫁给他。婚姻是个大事儿，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我不可能答应他。爸，你别操心了，我去找他谈。那你一定好好跟他说，好吗？嗯。莫哲，哎，走，吃饭。你干嘛呀？你凭什么去给林天乐还钱？你不告诉我？妮妮，我那是在帮你啊！你总不能让我看着你为了还债去折腾你自己吧？反正我不忍心。我替你还债有错吗？谁让你还了？我都说了我自己会还，我不需要你操这个心。我知道你想靠自己，我也没否认过你有这样的能力吧。我只是不希望你把工作跟债务混淆在一起。梅兰妮，你是一个有天分的设计师，一个设计师应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当中去。你呢？你现在把工作就等于我赚钱还债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事业？行，先不说这个，还有你干嘛去找我爸说那些话呀？我爸都觉得你是在威胁我们。妮妮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一时冲动，对叔叔说了那些混账的话。我本来只是想让叔叔帮我劝劝你，可是叔叔说这感情的事儿，你自己说了算。我就一时没想通，这叔叔他为什么一点都不肯帮我？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对不起。莫哲，我一直以来我都说我们是发小，你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懂我的，也是最了解我的。但是如果我之前对你的依赖会让你产生什么别的误会的话，我今天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妮妮，我知道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我很难，我不逼你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吧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应该站出来去帮你，不让你受委屈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当然我做错了，不过我希望你幸福。
我就说嘛，莫哲是最好的了。如果以后你有什么时候遇到困难，我也一定第一时间冲到面前来帮助你。我啊，你能帮我什么？妮妮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，但我觉得有些事儿我应该告诉你。我在帮你去找林天乐还钱的时候，他说了很多侮辱你跟我的话。他说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拿1000万出来替你还债，他觉得这背后有原因。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你遇到困难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所以拿钱给他。而且我跟他说了，这钱不是我送你的，你以后赚了钱会还我的。对。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梅兰妮跟你靠得那么近，就是因为你莫哲有钱而已。他这么想我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想你。原来你在他那儿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。他最后还说，这1000万我收下，你去转告梅兰妮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，叫他好自为之。真的这么说吗？妮妮，你放心，债务的事我全部都解决了。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相信我。